This podcast is brought to you by Mouthfong Tea. 本节目由茂丰茶行赞助播出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我们今天是比较轻松的主题，是由两位拉面爱好者来分享一下他们的拉面的故事。第一位是 Brandon， 把拉面当成学校学餐来吃的一位同学。大家好，我是 Brandon。接下来是 Daniel 非常厉害啊，据说呢把台北市的所有拉面店都吃过了。Hello， 大家好。Brandon， 你可以自我介绍一下，分享为什么你这么喜欢吃拉面呢？为什么喜欢吃哦？其实当时刚接触的时候，其实我以前对拉面的印象都是那种豚骨拉面，但是其实后来多吃的时候才发现，其实拉面其实有很多口味，就是你可以慢慢找自己喜欢口味的类型，那就可以就是像当一般的三餐这样吃，可以这样吃，就是像吃面，是你像吃阳春面，只是拉面有不同的口味，你就是很一般很平常，就当正餐在吃这样子，所以就是也没有就喜欢吃啊，顺口啊。顺口好。那 Daniel， 你可以分享一下如何把台北市的所有拉面都吃过了？其实一开始是这样，就是我一开始也对拉面没有什么特别想法，就是偶尔朋友揪，然后会吃一下。可是后来大学有一次，就是我跟大学同学去日本旅游，其中有一个拉面魔人，他超爱吃拉面的。然后有一天吃的就是他负责的，然后他就那天帮我们找了早午晚都是拉面。我很傻眼啊！可是后来吃完发现，其实我就突然发现，我好像对拉面接受度蛮高的。然后我就发现，因为早中晚都吃嘛，然后发现早中晚其实有很大的差别，发现每一碗其实都是一个惊喜。那我就从此就爱上拉面，就回不去了。就是回台湾以后，我就会想说，那不同的店，那不同的面，甚至同一间店，它不同的品项，其实都带给我感觉很不一样。然后就很喜欢去探店，然后很喜欢去吃不一样的拉面。那找到喜欢的，我就还会再回访。像我有几间店我都吃了好几次，同一碗面我吃了好几次。等一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Brandon， 你最喜欢吃的拉面是哪一种呢？我主要喜欢吃清汤的，因为我不知道我个人吃面有个习惯，我喜欢把整碗都吃得一干二净，整碗吃掉。但有时候有些浓汤的拉面，其实它的汤就是你没办法整碗喝完，有些汤死掉，对你喝到后面会腻，会不想，就是你会想要停止了。但是清汤的接受度比较高，就是你可以整碗喝下去，就比较不会有排斥感。那 Daniel， 你在台北吃过的拉面呢？哪一家是你最爱的？我最爱的局限于台北吗？对。OK， 台北我觉得应该说台北有真的太多厉害的店了啦。要挑最喜欢的真的难讲几个分享可以吗？不要只有一间。可以啊。有一个我绝对忘不了啦，是那个圣王它有那个胡麻担担面，太好吃了，真的太好吃了。就是它那个汤浓淡度，然后层次感都很棒，然后味道也很棒，然后它上面会有一个那个有点像饼干的那种辣椒，我觉得跟汤很搭，很脆脆的，蛮好吃的。所以第一个是圣王的胡麻担担面，我蛮爱的啦。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是那个公馆商圈有一个它的本店叫素记屋。我本来就很喜欢素记屋，可是他开了一个鸭肉那个对，可是他开了一个吃过吗？我没吃过，我自己有去吃过。可是他开了一个分店叫银虎我觉得银虎是本店我本来就很爱，可是我觉得他的二店是更厉害，更对我的胃。两间店他的本店跟二店都很厉害可是我更爱二店。对，那个二店的浓汤很赞。二店在哪？也在公馆商圈，对，在附近可是离那个台电大楼站更近一点，所以我上次我是去这个好像是温州街后面的，对，那应该本店，本店，对，这两个是我一讲就是我就绝对很想吃的有一个
推荐给大家。我觉得麒麟也蛮好吃的。麒麟对对对，麒麟蛮好吃的，只是麒麟排队很。对，可是他可以先拿，可是他可以先拿号码牌，对，人家6点去，我上次6点去，大概8、9点才吃到。对，就可以附近逛逛。我觉得麒麟也不错啦。对啊，其实好吃的店太多了，就现在举不完。对啊。那 Brandon 你也分享1、2家吧。我之前就吃那个盐流嘛，然后他盐流有分店，他是烟湖在中央复兴那边，那很厉害。他那个螃蟹的那个汤头，我觉得那个清汤里面是最顶的几个。是我自己是烟湖是浓汤、清汤我都吃过。我是觉得那个浓汤不是浓汤啦，沾汤沾面，他的螃蟹沾面太厉害了。那个只是沾汤远不够啊。因为我有点少。对，我是希望沾汤可以多一点。它沾面的面条跟一般的面条也不一样，对，粗的，对啊。清汤是真的很舒服啊，对，很舒服。因为我自己是浓清都喜欢吃，有些人是喜欢清，有些人喜欢浓，对啊。我自己是都吃啊，我是觉得它清汤也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对啊。讲到清汤，那你知道骨流吗？骨流我知道，但我没吃过。骨流超级厉害，超级厉害，是鱼界的，是不是？它是盐味，只是它有时候会一些限定啊。可是那个它清汤，反正它清汤有盐味跟酱油啊。你是喜欢酱油？你是喜欢酱油还是盐味？还是盐味？对，我也是，它盐味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好，下次对，只是它现在很麻烦的一点是，它只开6日啊。骨流是大稻埕那个是？对，大稻埕那个真的很厉害的店。我知道我之前有想要说要去吃，但是没有时间去。Brandon， 你觉得一碗好的拉面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元素？我觉得要有层次感吧，因为其实有些汤头就是你当它喝会觉得很好喝，但是你不会，当你吃完面之后再多喝几口，你会觉得好像会有点怕。然后还有一些汤头就是味道太单一了，就是它就是那个味道，从头到尾就是那个味道，就比较没有层次感。我觉得我比较注重汤头啦。再来第二个就是面条，像圣王他那个面条真的很厉害，他那个是听说是不是他自己擀的，是不是？他那个宽的那个，这个我就没有研究。我之前有听，那我再去造访研究一下。我觉得他那个老葛嘛，他自己擀的那个面，我喜欢有嚼劲的面。而且它面种有蛮多的，对我是觉得我都吃过，都蛮厉害的，对啊。我记得之前你有吃过澎兴，就是它圣王旁边转过去，它有一个那个现在叫仁王家，叫仁王家，但它现在品相好像有点改，对不对？对，他现在主要在做，我每次去他都给我只有加戏。我之前是从澎兴吃到圣王，再吃到他变仁王家，我都吃过啊。一开始前2个店名的品相比较像。现在都开始出一些各分开，对，比较怪奇路线的，像它有一个什么那个欧风浓厚咖喱小面吧，对，就是咖喱系的那个拉面。是仁王家吗？还是对仁王家？现在仁王家。我记得以前吃澎兴，它有一个什么鱼介汤，那个看起来橘红的那个，你知道吗？有，他那时候蛮常出清汤的，对啊，他那个也不错。Daniel， 你对拉面的品味有什么特别的心得或是技巧啊？不敢说品味啦，可以说是我去尝试的一些我想要尝试的点好了。就比如说，可能这碗面，因为我有加那个台湾的拉面的同好会社团，对，好像叫爱好会，对，那社团里面每天都有超多人在分享拉面的心得，所以包括开什么新店或是那个哪间店有什么品相，大概都会看到啊。我可能就会看面友分享，然后去了解，这间面有什么特点啊，或者是最近出了什么限定的面，我就会想去试看看。所以第一个可能会看别人分享啦，然后第二个就是看这个面可能在就是第二点其实蛮主观的，就是好不好看，好不好看？因为有些面就看起来就很想吃，像是我最近吃一碗面是那个龙陵那个在中山站新开的店，那是也是名店开的分店啊。我是觉得那碗面会很吸引我，是因为它摆得很漂亮，它上面有一些蛮珍贵的食材，而且也很少见，像是海葡萄，然后摆在那边一串就晶莹剔透，很漂亮，我就很想吃看看。其实那间店是蛮好吃的啊，对啊。它是谁的？它是那个一之穴，对，一之穴新开的店只是那个造型，对，那碗面不是只有好看啦，真的也蛮好吃的。所以第一个我其实会看面的样子。
对啊，我虽然这个蛮肤浅的，像我们之前去吃那个变色的那家是什么？真剑啊，真剑吗？的那个蓝色、那个我知道，蝶豆花那一碗叫什么？什么盐味鸡什么的？脆鸡啦，脆鸡啦，对，那一碗蛮好吃的，因为我自己也蛮爱吃真剑的，对啊，因为我自己觉得它的酱油鸡超级好吃的，对啊，它酱油鸡汤很厉害，我自己也是蛮爱的，对啊，刚才讲到哪？一只血的一只血的店啊，对啊，所以我第二个是那碗面上不上相啊，上不上我的相，对啊，那再来我还是会参考我喜欢的汤头啦，因为像我自己啊，我是比较喜欢浓厚系的，对啊，所以如果是浓汤的话，都会比较吸引我一点，我们对打，你是浓汤，我是清汤，不会，我自己是都吃啦，对啊，清汤我也会有。因为像我自己，我是午餐、晚餐都会去吃拉面的人。哇！可是像午餐，我可能就会比较倾向于去吃清汤啦，吃清淡一点，有一点变化。对啊，因为中午可能比较热嘛，我比较喜欢清汤一些啦。对啊。那 Brandon 你是怎么把拉面当学餐在吃的？分享一下吧。我觉得刚好吧，我读北师大旁边刚好也给我开一家盐流啊。刚好也要很庆幸这北师大的学餐够糟啊，所以我一直想要往外跑，然后刚好距离也不远啊，就一试成主顾了。之前也是在我那时候第一次吃盐流，我是在 Google Map， 然后就打拉面，然后就跑附近的一些拉面，然后我就刚好挑一个那个评价最高的，然后盐流，然后好像大家下面留言状况还不错，然后就去吃，然后就吃到现在。对吧？但有些店的有那个评论，那个有些是刷的，就是我觉得看评论就一半一半吧。运气好就会吃到好吃，运气不好，对啊，所以还是要实际去比较实际，就比较才能知道它到底怎样了。可以加一下拉面社团呢。好，等下把你拉进去，里面获得蛮多资讯的。对啊。而且我觉得拉面社团蛮厉害的，我记得家是 FB 的吗？FB 的，而且它很厉害的是，它不只局限在台湾，日本世界各地的拉面都会看得到。最远的我还看过古巴也卖拉面，有人分享古巴拉面。那 Daniel， 你在吃台北的拉面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？有趣的事哦。其实目前想不到可是有比较难忘的啦。就是我之前排过最久的，就是那个麒麟啦。麒麟这大概2-3个小时。对，因为他刚开的时候我就去，对啊，然后就只能跟朋友在路边聊天晃一晃。对啊，比较难忘就是排很久嘛，不然就是可能出比较奇特的限定嘛。像最近有一个，因为最近很热嘛，有一个限定，其实我蛮想吃看看的。麒麟的吗？不是，那个五之神的，他放在信义的那个吗？对，他把拉面装在一个很大的冰块里面，他的冰块就凿一个洞，然后就是把拉面装在里面的冰，他叫什么冷叫西拉面，好像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创的啊，是蛮酷的啊，我蛮想吃看看，没吃过，噱头，对，因为吃过冷的拉面，可是我还没有吃过冰的拉面。对啊，冰的五之神是蛮厉害的，他都会蛮多有，他日常限定很多，每年限定都蛮有创意的。他主要好像还是虾汤头的，对，定番是那个虾汤，蛮好吃。对啊，也是东京开过来的名店啦，所以去吃的人也蛮多的。只是刚才那晚我没排到，因为我那时候看拉面社团，好像9点半的时候，12点卖嘛，还是11，反正就他开店，我忘记是11点还是11点半还是12点了。可是9点半就有人在排队，就排了10几个。然后他说10点半的时候已经40几个了。那我算了，我不要去好了。台湾人也是很疯，台湾人很疯哦，而且台湾人真的很爱排队。然后这必须讲一个真的是小缺点了，就是台湾吃面的风气就是大家喜欢排队，然后可能又吃的比较慢一点点。对啊，有些人吃完在那边跟朋友聊天、滑手机什么，然后旁边外面人排队都很火。没有去吃一家拉面，然后就有2个国中生嘛，在那里爱打电动看影片，真假对吧？虽然大家吃东西的速度的习惯都不太一样啦，所以也不能真的说是。当然玩手机不太好，可是如果真的是吃比较慢的话，也不能说真的他故意的或什么的。可是真的很不习惯，因为我在日本吃面，就算是再厉害的店、再有名的店，
因为他们真的都吃的很快，所以翻桌率很高，所以就是会让我比较愿意去排队啦，因为通常排一下就可以，速度真的很快，对，就可以等到会有压力。日本人真的吃超快的。对啊，我自己也是蛮快的，所以我蛮能融入他们的文化，那一种文化。那什么圣王，他的体系不都立规定吗？你有看过吗？他的门外面就立一些规定，有一些标语啊，你不能玩手机啊什么。对，可是我觉得，对，可是我觉得这几年蛮友善的啦，圣王。对啊，虽然他感觉还是有点小拽，这他风格啊。他那个标语很帅啊，不是那叫什么？有意见可以啊，意见接受，态度照旧，态度依旧，还照旧，对啊，很帅，很帅。可是很好吃啊，好吃的人就会懂了。对啊，而且他其实你只要不要太在他的规矩上，基本上还是可以很舒服的用餐。对啊，只是他好像是他。算了，可以批评啦。没有，我每次因为我很喜欢喝冰，因为我很喜欢喝冰水唯一小挑剔，圣王这是我爱店，可是小挑剔就是它水不够冰啊，或者是它没有冰块，是不是？它的水没有冰块，它没有冰块。是一种日本文化嘛，他们的水都是冰的。我在日本吃到几乎都有冰水啦。对啊，是冰块水吗？对，里面会有冰块我自己是觉得冰水很重要，所以我吃圣王唯一小不习惯就是它没有冰水啊，不然就是水不够冰啊。对啊，夏天会冰一下，可是就不太够，不够冰。对啊，可是圣王依旧是我爱店，真的，对，很厉害。那你们去吃拉面的时候，有遇过它的就是那个装水的瓶子里面是装茶的吗？好像没有茶的哦，好像真的没有。台南有一间面，我忘记叫什么，看一下，它是喝茶，很酷哦，而且它是给你一个那个很像爷爷泡茶的那种茶壶，那种金色的旧的小茶壶，然后里面会装茶。我找一下那间叫什么，因为我上次蛮有特色的。我上次去冲绳的时候吃有一家拉面，我有点忘记叫名字。它的那个瓶子里面就是装茶。OK， 我刚才找的那家叫拉尼面。大家如果喜欢喝茶的，可以购买我们的茂发茶叶。对，推荐乌龙啊！我上礼拜才花5000块买了乌龙。你都是喝乌龙的？对，茂发茶。对。应该那段讲完了。拿你啊！他讲拿你。我找到那间有茶的面了，叫拿你面了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可是啊，这间店我后来发现好像小有争议，就大家会觉得它没有那么道地。我个人是觉得到不到地都没差，我吃的开心最好，吃就好。对啊，因为有些人会站，这个日不日式啊，这是根本台式啊。我自己就觉得没差，我吃的开心就好。对啊。讲这句话可能会被很多人骂。可是我必须推一下，突然想到一间店，他自己就说他自己是台式的汤头，可是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而且也是排队名店，在那个士林区有一间叫秋拉面，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推荐给2位很好吃。然后像我上个礼拜才去吃，它有一个那个好像3周年还2周年的限定虾汤，很厉害。我对虾子过敏，但我还是一定要吃。我带过敏药去吃那碗面。还有一个啦，就是有一次刚好我一个香港朋友来找我，然后他就指定他要吃拉面，因为他知道那个时候我蛮爱吃拉面的。他带我去吃一间，然后有一间在101附近，那个叫一盒白汤。那个很限量的，对不对？它是一天要20个，是不是？一个时段20万，20个，对。然后是2种口味，一个口味10万。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样。我很多次。对，我吃的时候是这样啦。然后那个时候很幸运，就是它好像5点还5点半开吗？我忘了，我真的去都没吃到。对，我那时候也没想到他需要那么提早去排队，我们就4点半，已经很早了，早1个小时，然后就去。然后等到5点，老板出来发号码牌，然后发现我们就刚好是最后2碗，就是那一天的最后2碗，就很幸运啊！因为那个人他马上就要回香港了，所以他如果没吃到，那就谢谢没了。我觉得那家好像很不错的。对，我知道我那个时候知道那间店是蛮厉害的。对啊，可是就是因为信义区毕竟离我上班还有我住家比较远，所以比较少去。那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去，然后就带我朋友去吃，而且很幸运，因为他2种口味。然后就刚好我都各剩最后1碗，然后我就跟他1人1碗，然后就一次试了2种汤头啦。所以我觉得是蛮幸运的，因为
后来再去的时候，真的是排不到了，还不到啊，就是我刚好在它好像还没有正式爆红的前，其实已经红了，就是没有到超级爆红的那个时候，就刚好吃到。现在去可能早1个小时也不一定吃得到，我不知道现在的状况啦，因为我很久没去了。对啊，可是我必须说，它的清汤是喝起来非常舒服，然后感受到老板很用心的一碗面，因为那碗面美如画，真的很漂亮。真的是，我记得有个真的漂亮红色的那个肉的那个，对，有牛跟哇跟什么像牛肉了，还是鸡我忘了，反正就是都是清汤，然后都是排的很漂亮、很用心的一碗面。我看过然后老板还有附那甜点个对那个甜点蛋奶酪还是什么的，是不是蛋？什么我也忘记了奶酪吗？好像是我看照片啊，对，然后我朋友因为太好吃了，然后还跟他多要一个。老还可以板多要一个，是不是？他不知道可以多要，他不知道不能多要啦。然后我自己就知道，其实照理来说不能多要啦。那个老板人很好，老板人真的很好，他很用心经营那间店，然后就是找我朋友远道而来，还是多给他一个，然后对他很好。而且后来很好笑，因为他有发号码牌嘛，我忘记把号码牌还给老板了。所以我朋友把号码牌带回香港，等要还他没机会。对啊 ，OK，蛮好笑的。Brandon，你未来有什么特别想吃的拉面吗？有，我想去一间日本的。我之前有个朋友去日本，他叫什么金色布鲁龟，你知道吗？我还没有金色布鲁龟，他说那个米其林1星的。你有吃过？我吃，对吧？非常非常好吃。他们很多吃过都说很顶的，也是限量10碗。对，是在东京吗？对，新宿对不对？对。OK， 我刚好准备要去东京了，我马上加进我的名单里面。那东京还有那个，你刚刚讲那个排队的那个，他说9几点要去抽那个限量鸭葱还是葱鸭？鸭葱，不是你说对，不是说9点要排队？那一家就是早上去抽号码牌，然后你就可以去旁边晃，那不错。然后它有一个 QR code 可以扫，然后可以看到你现在排到第几号。那不错，吃一下。对旅游，对旅游的那个店内不可以拍照，店内不能拍照。面拍面很好啊，我也只想拍我面，我没有想要拍其他人啊。我自己是很爱拍我吃的面，不可以拍。我没关系，我也没有想要拍那个店员。对啊，东京另外一家就是应该是在上野的那个鸭葱，是鸭的清汤的汤头。OK， 对，也不错。台湾也有一间鸭葱，也很厉害，也是厉害的店啊。对啊，它是柑橘的那个，对，柑橘的一个系列。对啊，我也觉得柑橘是厉害的店，厉害店太多了，真的讲不完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要去伊和，然后没吃到就去柑橘那一个雨水吗？对，也是很厉害的店。雨水蛮特别的啊，有生鱼片，它是海鲜，它上面有放，是直接放在上面吗？对，它有2个鱼片挂在碗上，它挂在这样挂。对啊，有点半生不熟啊，可是很好吃，很好吃。我不知道是它应该本来就要这样讲半生不熟，感觉被骂，感觉有稍微炙烧过一下啊，我是觉得蛮特别的。对，好 ，Brandon， 你会给其他拉面爱好者什么样的建议？我觉得就可以多尝试啊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种口味啊，对啊，多尝试，就要知道自己喜欢的类型是什么，然后有些也不用硬要去尝试。我记得有个朋友吃什么鬼金棒哦，那个很辣，然后不能吃辣，然后吃完然后就胃就不太舒服了。有鬼金棒是挑战性比较高，就是你去吃之前也要去了解这家面到底在卖什么东西，就不要盲从了。对啊。鬼金棒是挑战性比较高啦，虽然我个人是很喜欢吃鬼金棒，我觉得他好像也是圣王系列的，对，圣王跟圣王老板，对啊，而且很厉害的店啊，就一直都得奖，然后现在他不比了，就变成圣王得奖，就是很厉害的拉面店，都是自家人。对啊。那我们最后请2位各推荐3家比较好入门的拉面店。你先吗？来，我先。你先。我先吗？我觉得很平易近人的，第一个是鼓流拉面，在大稻埕。对，我觉得是
很舒服的清汤，而且也比较符合台湾人的口味，而且它用料也蛮特别的，它会取一些台湾的元素进去，像台湾像它会加那个卤蛋纯蛋啊之类的，蛮适合大家，可以试看看，很舒服的面。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是那个 Okaeri， 在那个国馆那边你回来拉面，我自己是觉得啦，它算是比较平易近人的豚骨，浓，可是不会让人到腻，还蛮厉害的。对啊，那再来还有一个比较平易近人的哦，可以试看麒麟吧。麒麟也是浓汤，可是算是大家都比较好上手的。而且如果你不喜欢豚骨的话，它有一个蛮特别的汤，鸡背浓汤，我自己是觉得非常好吃。对啊，我很喜欢它的鸡背浓汤。我上场也是。对啊，推荐这3间给大家。那换 Brendan。第一个还是推荐岩流啦，岩流这体系的。它我现在知道应该是有3家店了，一家是就在总统府旁边，然后一家是第2家应该在忠孝复兴那个叫烟湖嘛，对，然后第3家是它在中山那边，对，在条通那边，对，叫林森店，对，林森店。我觉得我就还是很推荐它的清汤的拉面了，而且就是它，尤其是烟湖，我特别喜欢，就是它是真的有蟹肉的。真的有在面上面，它是真的有放蟹肉在里面，然后店面维持的还蛮整洁、蛮干净的，对吧？面也非常好吃，推荐大家。然后第二个是推荐那个鸡吉君，有几个鸡吉君，它有一个，但我忘记叫什么名字，它有一个鸡汤的，就是鸡汤的，应该是浓汤的，它那个鸡味真的很足。是内湖的吗？还是内湖的那个德林科大吗？还是那是德林科大吗？还是德明啊？德明吗？林吧？我忘记是哪。反正有个大德明对西湖那边，对，西湖那边，对，有个角落了，也要提早去排队。然后我觉得他那个鸡汤那个炖的真的，对，鸡吉君很厉害，而且鸡吉君以前他也有开另外一个，对不对？对，在西门町也有一间，西门町那个我去过。而且鸡吉君很厉害的是，他之前有出一碗，就是那个鸡汤熬到跟水泥一样稠，对，他那个筷子插下去就跟拜拜一样。他说好像那个要熬不到8个小时，对，那个已经不是肉汤了，那个一堆鸡都丢进去，那个叫肉泥。对，我以为我是猫，没有，那个很好吃，我怕被骂，那个真的很好吃。对啊，可是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好像有那个肉泥的那个吗？还有吗？我不知道我是很久以前去吃的，是好1-2年前。对，我是好像3-4年前吧，我忘记了，反正很久以前。对啊，那时候真的还要排队，现在好像比较还好。我经过几次，就是应该就是等个10到20分钟就可以进去的状况啊。对啊，以前真的很排到旁边的巷子要弯出去。对啊，就这样弯过去，也是厉害一点。还有一家。我记得我吃一次去拉面公子，但我那时候吃它的限定是一个鲑鱼的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鲑鱼的，没吃过。它那个是浓汤，然后就我去那次之前，我真的没有看过有鲑鱼的拉面，所以我就点，然后就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，但是吃起来真的还不错。讲到拉面公子，不能不提到他之前那个大王去煮虫拉面的。对，就是他们。你有吃过那个吗？我当然是没有啊，因为我是比较害怕昆虫类、甲壳类。它那个是可以吃吗？那可以吃，蛮多人去吃啊，很有名。只是我是比较不敢尝试啊，我也不太敢尝试。对啊，然后他最近他其实蛮多有名的面。他听说最近有一个面被骂得很惨，但我就不多说了。对啊，那家也是蛮厉害的，很有趣的面店啦。只是以前的话，我比较常去啊。后来因为有更多选择啦，对啊。他说比较有好几年了，对啊，蛮资历的。其实也算是蛮久的店，比较长老级的啦。对啊，只是最近好像风波比较多一点啊的，我先不要讲。主持人有没有推荐店？主持人都吃岩流啊，岩流也是厉害的店，还要买外带包回家自己煮。你知道疫情期间真的吗？他都在家里自己煮外带包，对啊。而且岩流有一个，我是觉得让我最开心的优点是店员非常的亲切，就是有问必答，而且语气是非常好的。然后加上它面又很舒服，所以吃完整个身心舒畅啊。对啊，我自己是觉得岩流也是厉害一点，真的厉害。对啊。
对啊，读北师大一定要吃盐流。对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北师大学弟妹还不知道有盐流这家店呢。他都每天都吃学校的自助餐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活下去。大家如果还想要看其他类型的食物的介绍，请在下方留言。那今天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